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国际局势的确非常复杂哦。那日本这个国家现在看起来也是内忧外患，尤其是石破茂，他要被逼宫，可是现在他的国家被美国的关税攻破了。我们来看，尽管川普宣布日本关税降到15%，看起来好像是日本大胜利呀，可是他里子却输得惨。他要干嘛？日本要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然后美国会从中间获得90%的利润，然后这个变成川普的政绩，他向他自己的美国的民众大输特输。那日本他自己失去了什么？他要开放他自己的市场，包括汽车、卡车、稻米，还有其他特定的农产品。石破茂呢，跟所有的日本国民说。尽管我们有一些让步，可是日美双方会在半导体钢铁造船能源这些会有供应链的合作。那他们农民最在意的所谓的大米进入这件事情，他说是最低准入制度，还是会保护，不会牺牲日本农业。可是其实已经民怨沸腾了，认为你割地又赔款。那我们看到，包括日本对。美国对日本的钢铝关税还是维持在50%。这件事情它是纹风不动啊。石破茂就说我会再去跟川普谈一谈，见面协商一下，可是有用吗？不知道，因为你看到川普步步进逼，他说美日打算成立阿拉斯加 LNG 的合资企业。那个时候不是说我们还有包括南韩也要加码也要一起去投资吗？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有眉目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有一则报道是每日新闻报他直接爆料说要求石破茂下台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所以呢他会在8月的时候正式表态辞职。不过今天石破茂在中午左右他说没有这件事情，他会留任要实施日美关税协议而努力。他说我事情做到一半我不会走所以这些报道都不是事实。另外我们看到所谓的丧权入国，这也是外界对于石破茂这一次跟美国谈判关税留下来的4个字看似川普拿下一局，根本上是欺负了日本没有筹码。石破茂太需要抓住点什么，可是没有牌可以打，最后只能接受条件，变成这副田地。那另外我们看到呢，日本人对石破茂当然不满意，所以呢，他的内阁支持度已经暴跌到剩22%比起上个月的调查32%还下跌了10个百分点那有超过一半的日本国民认为他应该辞职。那至于谁来接任石破茂现在是前经济安保高市早苗他的这个呼声最高，有26%，另外是农林水产相小泉进次郎居次那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石破茂坚持说我不会辞职所以还是要持续来关心日本政坛的发展。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宣布跟日本达成贸易协议之后说明天还有人排队来等着见我，是欧洲方面，欧盟要来谈明天换欧盟德国现在看起来强硬，英国愿意妥协，川普说你们准备这个30%的关税我们马上就要开征了。这是对欧洲耐性与团结的极限考验，的的确确，因为欧盟是好多个国家组成的，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各吹各的好，你会不会团结，会不会被美国各个击破，现在不知道。而另外呢，包括德国在内，有越来越多的欧盟成员正在考虑运用全面性的反胁迫措施那这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锁定美国的服务业，或者是限制美国来参与他们欧盟的公共的这个标案。我们看到包括现在欧盟呢多管齐下，包括跟日本跟中国大陆这边的企业都要来做合作。我们看到呢，就在欧盟第18轮对俄罗斯制裁中列单2家中国金融机构进行严正的交涉这个是在中欧峰会之前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部长跟欧盟的主管有这样的一个视讯的会谈。美国媒体就这样子评论，他说欧洲对于访华行程寄望不高可是对于访日谈加强贸易，他们认为可行性更大或者是寄望也比较高一点。来请教老师。这一次石破茂很明显的选择了美国，抛弃了欧盟
欧盟原本打算要联日制美，所以欧盟的理事会主席还有这个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都到了日本去了，昨天就到了。到了以后呢，像理事会主席就到大阪去访问，然后就谈到这个欧盟27个国家要跟日本所领导的 CPTPP 想要有很多的合作，要打造这个自由贸易区，所以要跟日本合作来对抗美国的关税。结果被石破茂这个抛弃了啊，因为他们安排的本来是今天就是23号高峰的论坛，也就是这2位领导人啊跟这个石破茂要在今天谈，结果昨天川普就破局了啊！昨天川普就把这个日本跟欧盟切断了。川普昨天就宣布22号美国时间，就我们台湾的凌晨，他就直接宣布了，说跟日本达成协议，15%啊日本的关税，然后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开放市场。那美国的汽车即使是零关税，要卖到日本去也要很拼啊，因为日本人习惯开日本车，如果要改开美国车，美国要很拼。但是我担心的就是台湾其实也可能会被同等要求零关税。那大米跟农产品这个部分，虽然石破茂说他们有坚持，一般川普的语言里面没有，就全面开放了，应该也是没有关税。所以这个日本的农民是忧虑的不得了。好，现在石破茂的风险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欧盟跟美国谈判的时候，那欧盟的汽车关税如果还是维持25%的话，那石破茂算是赢了。为什么？因为石破茂的15%的关税到美国去，日本汽车跟欧洲汽车还是有竞争力。但是如果说欧盟的关税是15%或是低于15%，石破茂就被川普摆了一道，他会死得很惨，因为他等于是这个上权入国，就是不但赔了5500亿美元到美国投资，而且还答应这中间的收益90%要贡献给美国，这个钱简直是岂有此理！就是日本人拿出5500亿美元，这是很大的数字哎，几乎是台湾所有的总外汇了。我们的总外汇也不过就是5800多亿，你日本要拿出这么大的钱再到美国去投资，赚来的钱说90%贡献给美国。观众朋友，你有听过这种上权入国的条约吗？而且更上权入国的是什么呢？从阿拉斯加拉天然气石油管进入日本，这个钱基本上可能是日本支，也可能是民进党的台独拿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去支。可是不要忘了，欧洲当初跟俄罗斯建了这个北溪2号线，90亿美元，90亿欧元，那是各半的。俄罗斯负责45亿，欧洲负责45亿，组成为一个联合的公司，就是北溪2号线公司。而且呢，这个公司的总部还放在日内瓦中立国。那这样代表他们是不偏不倚的，彼此之间都还有尊严。而现在日本如果帮美国去盖这个阿拉斯加线，我们台湾也成为贡献方之一的话，那也是上签入国，因为这是从阿拉斯加的原有400亿美元，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还本呢？这个简直都是天价，你就可以知道这些领导人他都是对不起他们的后代子孙。好，那现在对石破茂来讲，他最忧虑的就是川普会不会摆他一道，因为川普主要是要切断欧盟的关系，因为欧盟在明天24号他就要跟北京要会谈了嘛。那今天是跟这个石破茂会谈，结果现在已经可以不用谈了，因为再谈欧盟跟日本的自由贸易的问题，其实意义不大了，因为原本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卡住这个，就联合起来，然后逼的川普要让步，结果看起来川普为什么要让？我已经挡下日本了，所以他现在对欧盟可以予取予求了。欧盟的冯德莱恩的意识形态作祟，笨得要死，把自己欧盟的一个本来很好的一个左右逢源的地位，把他自己糟蹋到今天寸步难行。你说有这么笨的领导人，都把整个国家、把整个组织都害了。来，彬哥怎么看？看川普很明显就是到处要钱，叫日本投资5500亿，他要南韩成立4000亿主权基金，
那我们之前郭志辉说准备2000亿投资美国，现在看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看起来比人家少很多啊。那很显然，以这样的情况下去，因为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又是最多的，那恐怕他会要我们加码，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那我个人是觉得日本大概是想要用以拖代变，因为那5500亿哦，其实他没有说1年就要给，他是慢慢来，可能分10年、10几、20年。我觉得日本人的想法可能是拖到川普你下台，然后我再来看有什么状况。可是未来的变数真的很多，那他们直接会面临到的冲击就是，他农产品一定会遇到非常大的麻烦。日本自己的农产品本来加入 WTO 的时候就已经被打垮一次，那你这一次再来，日本最近又闹米荒，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对日本的农业大概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那导致汽车，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为什么？因为其实去过日本人都知道，日本人大部分喜欢开日本的特规车，他们的车其实那个一般还不太容易买到的，他们的车特别小，然后比较容易在他们的那个街巷里头穿梭。那个美国人也没有在做，所以那个对他冲击不大。但是问题是，未来日本的车进美国的时候，除了那15%关税之外，货物税要抽多少？对，不晓得，目前都没讲。如果他货物税拉得很高，就很麻烦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细节都还没有完全揭露哦，现在目前都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但是呢，这个阿拉斯加 LNG 合资企业，我看美国人打的主意就是台湾出钱去帮他盖管线，对，然后日本出钱去帮他弄 LNG，然后就运出来了。虽然美国人都什么都不用做，就美国人就负责看，这个实际上很过分了。对啊，但是现在就是这样。那问题来了，石破茂既然你都已经盯到选举都输掉了，那你现在为什么答应？你为什么？你反正都快被人家赶下台，你为什么不硬咬着牙硬撑呢？就让下一任政府去解决。我觉得他可能以为这样子，他是不是还有机会？又或者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是不是他自民党就认为说，在你这一任内就把它结束掉，让我们后面的人比较好做事？那就不知道石破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去扛起所有的责任。可是你看哦，其实他现在掉了10%变22%，高市长们也不过26%，然后小泉进次郎也不过一样22%，大家其实都差不多，还是又回到石破茂当初刚要上任之前那个样子。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那日本未来可能就会呈现一个更加混乱的局面，要怎么安定下来就很困难了。那至于我有的时候觉得川普当然大话很多啊，明天就换欧洲了或怎么样，可是我不太懂风传媒写这篇说德国强硬，英国愿妥协，英国不是已经结束了吗？而且英国也不是欧盟，对啊，他也不是欧盟的，对啊，所以到底在干嘛我也不知道。他讲欧洲吧？对，所以但是欧盟我觉得它最大的弱点就是因为它内部极度不团结，对，大家各想各的，没错。那你各想各的时候，就容易被人家各个击破。其实川普现在就是在用这一招啊，他已经把日本击破了，那接下来可能就想办法去收拾韩国。那台湾，我觉得对他来讲已经不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早就已经投降了，所以无所谓。然后他现在大概最大的力量就是去对付欧洲跟印度，那中国可能会被他放在最后面。看起来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日本的关税谈判表面上面从25%降成15%，好像有很大一个进展，但是你仔细去看里面内容的话，我觉得输到连裤子都没有得穿。我们今天讲汽车好了哈，这个汽车可能大家会觉得，哎，美国的汽车怎么日本人怎么可能会去买美国的汽车？因为日本人的汽车是右驾哈，那美国车是左驾，那两个位置就不同。那美国的汽车都是大排气量，以前我们印象中，譬如林肯啦、凯迪拉克啦、这个 Oldsmobile 等等之类。但是不要忘了哈，日本其实有很多的那时候被美国逼了很多的这种，包括 Toyota 等等日本车厂是到美国去设厂的。它会不会到美国去设厂以后，这些车子反而回过头来卖回日本？那可能性就很高哦。如果说它回过头现在是零关税来讲的话，那用美国的在生产的车子再卖回你日本来讲的话，你日本受不了？同样道理哈，如果我们看到日本现在来讲，汽车关税被逼到零关税，那我们台湾会不会美国也要求我们到零关税？大家不要认为说我们不买美国的车就好，他卖给你的就是日本车嘛，就是日本品牌的车再卖回你台湾来。那我们台湾现在不管是我们我们现在卖车子的这些公司啦，或者甚至修车的技工，我觉得后续就会受到影响。那再来我们看其实这次来讲的话，中国有按住石破茂但是很遗憾没有成功。为什么？我们其实在选举之前，中国这个让日本开放了它渔产品
能够进口到中国。当然，它开放不是核污染的那块福岛核污染，但是北海道的农产品它让它，但是很遗憾的没有帮到这个石破茂。那代表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石破茂来讲的话他这次选举会这么严重，其实并不只是单纯说是对外的关系，而是他自己内部关系比较严重。目前我们日本知道，它面临的是少子化的严重、老人化，还有经济问题来讲，造成日本失落这么多年。我听到有一个专家分析说这次日本出来投票的人，很多的首投族是什么首投族？我们都说首投族是年轻人满20岁开始可以投票，但这次他们很多日本的首投族是40、50岁的人是当首投，因为以前来讲的话他都不投票的，这次来讲他们特别投票，所以投票率特别高。那为什么会这些人愿意出来投票，要出来投票？他就对日本的现在经济状况是不满，所以你不管是换谁上来，我跟你讲，日本如果国内自己的问题不解决，还是没有办法应付这一关，应付不过去的。是没有错。其实日本民众对于执政党的不满也溢于言表。另外，刚刚大家谈到了美国可能会最后才处理跟中国大陆的关税，的确因为川普现在呢不断的对中国大陆来送秋波，可以这样讲。因为川普自己讲说他已经接到习近平邀请他访问中国的邀请函说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行那外界就揣测啦，两个人可能见面的时间可能就在10月份 APEC 峰会前后，因为那个时间点会在韩国举行 APEC 高峰会。那现在已经知道习近平会去参加这一次的亚太峰会，可是川普本人会不会来不知道，会不会出席不确定那另外呢，美中第3轮谈判地点在瑞典，就是贝森特将跟中国大陆的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一起在这个斯德哥尔摩举行第3轮的高层谈判很可能会怎么样呢？会商讨延后原定8月12号，本来应该是 deadline 应该期满的这个中国对台出口的关税这个暂缓期本来中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税的这个一个规定嘛。那我们来看，包括这个是不是美国释出非常多的善意，或者是中国大陆有没有相对的回应？看起来是有的，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暂停对杜邦反垄断的调查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2号晚间的公告。他说要暂停杜邦是什么呢？杜邦是这个美国化学巨头它有一个杜邦中国集团，是在中国大陆成立的外资独资的公司那过去呢，在这个地方半导体封装是极高的市占率，所以他要对它祭出反垄断。那现在暂停感觉上也是一个所谓的释出善意的一步。那另外我们再看到菲律宾它的关税也出来了揭牌了19%，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那另外还附带什么呢？要跟美国做军事合作。尽管我们看到菲律宾跟美国的军事合作已经超级密切了，可是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更多只是川普没有透露细节。我们看到川普怎么说？川普说：“哎呀，小马可是是一位非常棒而且强硬的谈判者，可是你还是给人家19%呀。”我们看，包括美国之前有承诺说要这个部署尖端飞弹还有无人机在这个菲律宾要嚇阻中国。那菲律宾那时候的回应是很好，我们支持而且欢迎。那中国外交部会有反应吗？他说不管你美国跟菲律宾开展任何的合作都不应该针对或者是损害第三方，因为他已经有说了针对中国大陆嘛。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所谓的川习会看起来今年应该会达成像这样子的一个会面。所以呢这个他就跟菲律宾讲说你菲律宾这个他在接见小马可仕的时候讲这一句话，他说你之前有一点倾向中国，这不好。不过现在呢，你已经扭转了这种倾向，你已经改邪归正了这很好已经拉回正轨了。这个是这个川普跟小马可仕说的一番话。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他在一项跟这个地区的包括争端还有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公开的辩论会上，他讲了一段讲的是美国在南海的问题上，他认为你美国不应该无时无刻经常对中国指出手指来指责中国他说美国到现在你都没有加入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
可是经常以公约法官的身份自居，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非常可笑。而另外有一件事情呢，也透过海军新闻来披露这是英国的专业防务媒体他说就在前几天，法国的航母戴高乐号在南海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中国的海军监视，而且他描述的那个场景，大家一起来看看。他说，一开始是054A 型的护卫舰出现在这个戴高乐号附近，接着来了好多艘的军舰陆陆续续现身，甚至山东号也出来了所以法国的海军参谋长尼古拉斯说：“我觉得很惊讶，出乎意料而且他强调当时已经做好包括战斗在内的一切准备。”看到这里感觉好像战事一触即发可是实际行动上，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保持低调全程避免任何具有挑衅意味的动作，显示在对峙中法方处于战术劣势这个是这个报道的内文。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军力，它的确还是现在呢军力最强的国家，可是也有他们自己的专家。退役的上校，他叫道格拉斯他自己提出了一些忧虑他说，现在美军已经出现了8日极限，什么意思？他说，只有他们现在的导弹库只能支持8天的高强度战事因为你现在呢到处有战场，你要支援啦，稀土又受限，被谁受限？那当然是中国大陆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可能美国的军方要特别的注意。来，请教老师。川普一直多次表达他很想到大陆去访问然后最新一次的讲法是说快了那快了，大家就会想到底是什么时间？是不是9月还是10月还是11月目前来讲俄罗斯的普丁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特别谈到，他说他8月底就会到中国大陆去，然后9月也会在大陆，然后他说他现在都在准备到大陆去访问的这些工作跟行程。可是他说，如果川普9月也到中国来，就是在93阅兵的时候，他说他已经不排除也准备好要跟川普见面。那也就是说，3个人会面，他们都是乐观其成的。那当然问到大陆这边的时候，大陆就说不知道，没有什么任何消息。可说问到美国这边的时候，只是说快了，但是到底什么时间？那问到普丁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办法证实这个川普9月份会到，可是他说他准备好，但是如果他用如果假设性的来的话，他也愿意3个人在中国大陆见面。那这会是历史性的一个时刻，所以各种媒体都在猜嘛。你也看到从日本的这个日经亚洲到共同社，然后到英国的《泰晤士报》，然后到现在美国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了，然后现在就是只差大陆的跟美国的官方媒体还没有公布，那公布了以后大家就知道说是什么时间了。那另外中美的贸易谈判这次不是在北京，因为本来贝森特他认为他这次应该可以到北京去谈了，本来他是认为，那很明显的没有，那就代表什么？两国的氛围还没有到你可以到我家来谈，我到你家来谈的这种常态性的这种正常状态，所以选择了还是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来谈判。可是我觉得贝森特他从前一段时间，就是前2天的失言，他这样他到现在把他拉回来了。为什么失言呢？他谈到了2级制裁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如果继续把石油、天然气向俄国买的话，他们会对于中国课100%的关税。那当时问到这个的时候，大陆的态度很明白了嘛，要再重打贸易战就来嘛，就奉陪到底。那印度是气得半死嘛，因为他威胁恐吓的是中国跟印度这2个国家，那印度是很不爽。那中国大陆的态度就是那就来试看看。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贝森特这次就改口了不谈2级制裁的问题，只谈说要往后延这个暂时休兵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他要谈的问题，我觉得大陆可能会有兴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怎么样从出口旺盛转变成为消费大一点的市场，我觉得这个方向就答对了我想这个在这个部分，大陆也想听听看你美国
怎么样把一个出口国变成进口国，但是消费市场，中国是不会放弃出口的，但是扩大消费，我觉得大陆很有可能也会想听听看。是，看有什么方法。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媒体报道说，法国的戴高乐号在南海跟中国大陆的舰队遭遇，真的吗？我特别要讲哈，我觉得这个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那时候美国航母到台湾海峡来，我想大家都还记得这件事情。那时候解放军几乎是毫无招架之力了，他连派个军舰出来都很难派得出一个场面，尤其是人家一个航母战斗群。但是事隔才没有多久，现在居然是中国用他的军舰去挡住法国戴高乐航母哦，这个时间上面来讲的话，变异确实让我们这些老兵听起来蛮有感慨的哈。其实打仗哈，不管是陆军或者海军哈，没有什么诀窍，只有一件事情，你不管什么排兵布阵啊，什么这边拘束那边打击干嘛，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决战那个点上面，谁的人多谁赢。这就像韩国瑜所讲的，投票没有诀窍，就是票多的人赢。打仗也是一样，人多的人赢。那你想想看，现在如果说在南海，这个解放军可以用40几艘军舰去围住这一艘这个法国的戴高乐航母战斗群来讲的话，可以说，如果说是双方在这种状况下一开战，我想说可能这个不到30分钟大概整个战斗群航母战斗群都会被击毁，因为它一艘055的话，它的这种垂发系统就112具。那如果说40艘，当然不是40艘，不是说055啊，但是我们如果说是初步估计，大概上千具的垂发系统，应该是绝对是有。在这种状况下，你是根本就很难招架得住。所以我认为法国戴高乐航母这次本来他会不会本来想要帮美国来这个助威了哈？甚至于有没有可能说是重走以前的路线，从台湾海峡上面穿过去？但是这次发现，他确实是放弃了，甚至于连这个巴士海峡都没有走，他可能就拐到澳洲那边找个借口理由过去。所以你不得不认为说是南海现在来讲，从这个动作看得出来，南海从这次法国戴高乐航母的转进跟撤退，大概南海也可以说已经是中国这个南部战区的一个势力范围，应该已经抵定了。也难怪菲律宾这个时候川普一直想要拉住菲律宾啊。如果现在只有菲律宾可以在这边协助嘛，那如果说是菲律宾下一届，如果说是这个沙拉杜特地当选来讲的话我跟你讲，美国可能整个南海大概都是中国的一个这个势力范围之内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彬哥。我觉得美中现在双方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还没有结束，所以这是现在算第3轮了嘛，就继续来玩。那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认为恐怕还很长。那现在大家就在猜，到底双方是9月3号会见面呢，还是要等到 APEC 之后再来？那也有人认为 APEC 基本上不太可能，所以各方都在猜。那重点就是在于第一个，川普的决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有时候看他好像突然之间变得非常非常强硬，可是有时候突然又退缩的非常厉害，那你就抓不太准他的底到底在哪里。那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说，他现在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我都先把所有我的利弊得失全部都盘点过了，然后就等着你出招，你出什么招我就用什么招来回应你。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美方已经试探过好几次各种不同的方式，那中方就是你有前条计还你有老主意。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裕岑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馆长变成民进党锁定攻击的目标吗？我们看到不管是侧翼，不管是民意代表都不断的讥讽他我们看到他登央视，因为这一番话
哦，他在国民党的一场青年座谈会里头讲了，台湾96%都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当美国人的狗？哦，这些话被央视引用，对岸在播出的时候做了一些马赛克，结果被大肆嘲笑。那我们看到呢，包括因为中国大陆这里好像不能用刺青哦，刺青不能在这个官媒哦，或者是这个比较家家户户都可以看到电视的那样子的一个场合出现哦，所以他被这样子马赛克。所以你看到包括一些 social media 在 B 站啊，中国大陆的一个很受欢迎的网站，影音网站啊，有很多人在笑，哈哈哈哈哈，这个双臂啊，被打码哦，年轻人哦，就是在开玩笑哦。那馆长自己的说法是啊，我理解啦，这是人家的法律。那是人家的国家电视台，所以他说我理解哦。其实他6月游上海的时候就登过央视了。那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另外一位 YouTuber 志祺77哦，他也喊说要罢掉王宏威哦。馆长倒是对这件事情有回应啊，我们来听听看。有一群 YouTube 就是在接标案嘛，政府有照顾他们嘛，以前住中立嘛，现在要选举的住民进党他家楼下嘛，跟他睡同张床嘛，然后选完了之后再回去住中立嘛，再说没有啊，我拍的片其实就是讲中立啊，我没有偏哪一边啊。如果今天我接了那么多标案，我也偏，对不对？如果我今天云豹，我是黑豹，我现在讲话就是各位啊，我们要支持大罢免，这些蓝白立委都会卖台哦。好，你说馆长有这么多的粉丝哦，某种程度他是有他厉害的地方，他讲话非常直白，非常接地气哦，一语中的哦。对呀，赚钱嘛，谁给我钱，谁给我标案，我就是讲你的话哦。很多 YouTuber 哦，其实也不能否认这件事情。不过昨天在脆上面呢，有人发起了这项运动，叫做百工百业挺罢免哦。你看到其实有一定的套路，他会先自介哦，我是住在哪里哦，然后我是做什么的，我全力支持大罢免，如何如何哦，我爱我那小小多山的国家，感觉是一个模组啊，是一个套组。可是比较特别的是哦，会把自己的职业还有你的学历都写上去哦，所以有人就说，这是求职网站吗？百工百业来求职哦，我今天有为党说话，我有为党来尽忠哦，所以未来不要忘了我，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提醒的意思哦？那也有人说，哎呀，大罢免治百病，只要喊着大罢免大成功哦，我所有病都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所谓大罢免大成功哦，这个当然很多人有一些酸话哦，像这一位朋友呢比较特别，有点反串，他就说他生病嘛，然后去住院，那住院的这个医院播有台的政论节目，讲大罢免大成功，他突然站起来，病好了，可以直接有力气把这个电视给砸了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时代百花齐放，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到最后一刻，你其实很难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小笠原欣幸就讲，双方目前都没有决定性的优势哦。这句话我太赞同了，真的不知道所以3天之后答案才会揭晓。那另外我们看到普发现金1万块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普啊？行政院说依宪法精神采取作为。所以在大罢免之前，我们看到至少赖政府是不敢再反对咯这个怕得罪人啊，怕票少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赵大哥就举例了，韩国、新加坡、日本都发钱，我们台湾没有。赵少康说你钱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超征税收1兆3424亿元没有拿来还债啊，现在又说钱没了，你花去哪里了？这个要交代吧。不管有没有发1万块，你都要交代。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其他国家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纷纷有了结果。日本抵定了15%，川普自己宣布了，条件很严苛啦，所以有人说日本这个赔了夫人又折兵，要投资美国5500亿，还要开放进口汽车和稻米哦。日本的关税本来是24%，后来变25%，现在变15%。我不晓得是不是最后，因为川普这个人很难说得准，搞不好他老大不高兴又提高或者是降低，这个都很难讲。那菲律宾的关税刚刚也出现了这个也先排了19%，菲律宾本来是17%，现在变后来变20%，现在变19%。小马可是有没有做努力？有而且他跟
川普的关系其实还不差哦。他释出对美国零关税，就是开放他们菲律宾的市场，然后强化军事合作。那最后川普同意把关税降1%，才1%哦，变19%，真的是很心酸呐。那我们台湾真的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包括台积电加码对美投资1000亿。还有传说中这个包括我们看到呢，好像看起来有谱的投资阿拉斯加天然气的基础建设还有采购天然气啦，并且打算，这是媒体报道，打算收购德州的页岩气就是帮他开采。另外提高国防预算还有包括台币升值啊，打算设立主权基金，有人有怀疑说可能要投资美国，以及最新的消息是有可能到以色列这边的屯垦区帮忙捐助这个还不确定啦。甚至说赖总统要过境美国的时候，可能也要采购波音客机，以及现在民间盛传非常有可能会松绑美猪牛这些内脏啊各种的农产品的开放，大家都抓来蛋不知道，因为政府口风非常紧，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付出多少代价。可是底牌还没有掀就在昨天出现了一则新闻，大家觉得哇好特别太空港这是什么呀？AIT 自己发文在脸书上面说要打造这个包括一个从美国直飞台湾只要2个小时的太空站它利用这个太空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货物上面直接就可以飞过来飞过去，而且只要2.5个小时。可是这个贴文贴完之后呢，本来有这个字眼叫做屏东九鹏为发射场地，后来 AIT 把它给去掉了。推测是因为国安考量或是避免提早曝光。可是周春米已经忙不迭的发文了，说很棒这个友好台美友好，从屏东到太空所以可能不是空穴来风屏东到太空未来无限可能。到底这是要怎么做的昨天我看到很多人很有兴趣都在讨论，可是完全摸不着任何的谱，因为不知道那我们看到也有专家讲说，可以突破中共的反介入，以太空飞机来这个援助我们台湾的武器啊、物资等等那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个有一些人在讲说，那这样台湾没有相关的技术啊，如果今天台湾向大陆的技术成熟才有可信度，这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各种的说法都有，可是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来，彬哥，馆长这个打码其实大家都知道，大陆的节目他们是不太允许有刺青这些东西出现，所以他们就会习惯性打码。那这些人就酸馆长现在变隐形的翅膀，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你要不要去看日本？日本电视也是不准你有刺青的，他一样会打码，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国情不同，他们的规定不同，这个实在真的没什么好嘲笑。我讲实在话，台湾以前管得多严我们有一阵子连卡通里头所有的情境什么全部都要管，然后动辄把那个卡通就删掉，然后删到后来大家看不懂那卡通在演什么。真的对啊，我们台湾也曾经这样过啊，这有什么好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去嘲笑没什么太大意义。有一阵子女生如果肉乳是啊还会打码，会啊，对我们电视台会打码，有的时候规定一定要9点以后才能够露乳沟。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每个地方规定不同，你要笑的人就去笑吧，那些只是在自得其乐而已。那但是最近真的很奇怪，最近你会发觉前一阵子大家都不讲话，突然之间到最后这1-2个礼拜，一个个都出现了。这一些过去假装自己是中立的人，现在一个一个都露出他的真面目，然后说是说自己查证，说是说自己做懒人包，一无例外采信的全部都是民进党提供的资料，那其他阵营提供的资料他一样都不采信，然后还这个志祺七七还很厉害他说国外媒体都非常赞赏大罢免。国外媒体没有在讨论这件事，谁在讨论这个我可以作证。结果呢？结果我就特别去看了一下，到底有哪些国外媒体？你去看徐嘉清的老公写的。他以为英文就是国际媒体。没有，徐嘉清老公是外国人这没错所以就是这样子这就是长期跟民进党配合的那些记者嘛，就是这样的东西而已。那实际上 CNN 跟 BBC 都曾经讲过，台湾大罢免是仇恨出发的东西，这个会扰乱台湾的社会。那你为什么不引用？那大家就知道他目的是什么，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嘛。然后呢，最近最夯的就是这个小小的什么山巅的国家对小小多山的岛国，小小多山的国家，对，
最近真的在 Threads 上面一缸子这种推文，每一个百工百业，每一个人都说他一种职业，说他一个年龄，我在哪里工作，然后小小多山的国家，请问一下，这不是串联是什么？这摆明啊，这都是中央厨房输出啊，而且是从前天凌晨的时候大家一起发难。你看这么有秩序，这么有计划，你说这是不约而同，大家晚上同时被托梦是吧？谁托梦给你的？是赖清德吗？所以这做的这么难看，你要人家看不出来也很难吧？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那老实讲啦，普发现金这个东西确实打到民进党的要害，所以你看那天卓荣泰开了个天人交战记者会，开了个半天，也没有讲到底要还是不要。然后现在这个立法院已经发函给行政院了，行政院有10天嘛，我跟你保证，7月26号之前他不会回复的，因为他就不想碰这个问题嘛，因为碰这会影响到7月26号大罢免嘛，所以他就是在拖嘛，以拖代变嘛，就跟我们的关税一样。那可是问题是，你今天看到日本这15%关税，那是付出了5500亿，再加上开放最重要的稻米跟汽车，那台湾承受得了这样的东西吗？我们最后假设跟日本一样，也是15%，如果要你零关税呢？然后不要忘记哦，我们还投资美国一大堆，台积电也过去了。我们与此同期，台币升值了12%多，与此同时，韩元是贬值20%，我们的损失远比日韩都大。那请问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越晚宣布，看起来越来越令人忧心。因为如果说都是这样的话，那早就该公布了。然后你看小马可是更惨，特地飞过去降1%，而且还送了美国更多东西，那你不是白飞了吗？所以谁说小马可是跟美国关系好？我看一点都不好，这个非常糟糕。我觉得川普根本在耍他，摆明就是这样子啊。那至于屏东设太空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什么专家可以突破中共反介入，以太空飞机援台武器物资，这是哪一位专家？叫他赶快离开评论界好不好？这个猪脑都想知道不可能的事嘛？请问一下，那个火箭的筹载量是多少？你能够载多少东西？他要送什么东西来？核子弹？要送什么？那么小的筹载量就是了不起几百公斤的东西，请问一下，你能筹载什么？那再来，它的速度，它下来的时候，它是用自由落体下降啊。老共现在连音速的飞机都打得中，你觉得你自由落体下降它就打不中？请问一下，你要送什么东西来？所以这从头到尾就是个胡扯的东西嘛，这根本不可行，也不可能载人呐、谁受得了那个基地直接火箭冲上去啊？你看还乘客嘞，所以我根本认为这是 AIT 在配合民进党在做宣传攻势而已。来请教将军。这个丰港这真的是笑话一则哈。各位知不知道寿卡在哪里？不，九鹏在什么地方？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讲，九鹏那个地方，如果说从丰港过去，从丰港走南回公路过去，走到上面有个最高点叫寿卡，寿卡继续往前走就到台东去了。那但是你不要走台东那条，你走199县道下去就到旭海，然后旭海再往南走才到这个九鹏。那你说这个路程大概要多久？如果从丰港开始算的话，1个半小时。那如果我从恒春这个从垦丁那边绕上去走这个恒春那边上去，其实也是1个半钟头，是非常的，是台湾海角一乐园风景非常的漂亮，是台湾目前我看过所有唯一一个还没有开发。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保持这个样？就是因为我们中科院在那边嘛，每次在那边试射飞弹。那你这边怎么可能做太空港？大家到县地如果有机会去旅游，现在开放，你去看就知道，一边是山，一边就是断崖，就是海下去，你根本就没有空地。你除非把整个中科院的这个营区把它做成一个这个太空基地。第二个我跟这个专家讲一下，那个解放军现在有一种防空导弹，这次已经展示出来，它已经成军了。那种导弹叫做红旗19大家去看一下它的射程有多高，它就射程100公里高，可以达到100公里。100公里什么概念呢？卡门线。然后100到150公里，就是它打外太空的。它准备这个红旗19就是准备中断拦截的导弹。那你想想看，你如果说你美国来讲的话，这架这个太空机如果说是要到这边过来，我跟你讲，它红旗19一定可以拦得到，100%拦得到。它连导弹它都可以拦，超高音速导弹它都可以拦的，它怎么可以拦不到你这个所谓的这种太空飞机呢？第三个来讲的话，美国现在自己到今天为止，它连 F-47都还只是画个图而已，它连 F-47这个5代
所谓的这6代战机连个影子都没有，那你怎么可能去发展太空武器？而且2个半钟头，那台湾到底有什么价值？值得它发展这么高端的这种科技，投资这么多钱在什么地方？就像韩冰所讲，这个武器如果说是运载的话，我们讲这个以具体来讲的话，这个大陆卖塞尔维亚红旗9的导弹，它总共用了6架的这个运20才运过去。那你想那种太空机有没有可能运几枚的导弹到台湾来？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胡扯到极点，那纯粹就是选举语言了。好，来赖老师。如果以欧美的国家的政治标准、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讲，他们是无法理解也没办法接受大罢免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全面性的罢免，他们觉得这是违反民主基本精神，因为他们是人民选出来的。人民选出来的，如果他要下台，一般来讲就有2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当然是3种了，一种就是他自己辞职，另外一种呢就是任期啊，例如说总统的任期4年到了以后他就卸任了，然后第3种就是违法，就是他违反的法律，那违法就是违反的公平、正义、道德，那么他违反了人类的我们国家的一个规范，所以他被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那这样的话就当然就下台了。所以一般来讲，在欧美的国家来说，他们无法理解，就是说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所有的反对党的所有的这些民意代表全部都要罢免。在欧美的先进的民主国家，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所以他们不可能接受，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违反民主精神的一个操作，这是要不得的，而且是非常要不得的行为。所以你看，欧美的新闻媒体里面没有人会支持台湾的大罢免，他们一讲到台湾的大罢免的时候，他们都会认为只会在台湾的内部制造更多的混乱，消耗更多的政治资源，制造更多的仇恨，而这样的一些人基本上来讲就是违反民主的人。那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的焦虑越来越大了。第一个，他在国际舆论上他没有支持者；第二个呢，他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他没有支持者；最后一个，他们越来越焦虑以后你看那一些原本伪中立的那些人，一个一个都跳车了，都跑出来了，现身的。大家说原来你是绿营的，你躲得很久你藏得很深所以我觉得这个陈之汉讲的没错你们就是拿了绿营的标案，你们就是中立的绿营的媒体，不要再演了平常他叫做什么？那个住中立住中立，然后呢，选举的时候就住在民进党的楼下。这句话讲得很好，我原本还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他的户籍在中立原来平常是装中立，一旦选举的时候就现身了这些人太虚伪了。对，在网络上面讲中立指的不是桃园的那个中立，对我一直以为而是他的政治立场是中立所以是一语双关。